西藏属于中国，或者中国属于西藏，藏汉之间是相互需要的政治关系，而主动的一方呢是西藏这一方。汉藏拥有共同先古羌人，后来经过分化成为西藏的先民，另一波成为后来的华夏汉人的先民。到了中世纪以后，印度对西藏的影响更大，使得汉藏文化出现了分野。唐朝跟吐蕃之间是对等的关系，但是这个互不隶属的关系是不是就可以等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双方立刻就结成了生就关系。到了吐蕃王朝解体后，分裂成很多小王国，形成不同宗教政治中心，使得小政权必须寻求周边大政权支持，也没有做到。很大的原因是英国也不乐见西藏独立，就是我占你的便宜，但是你不能逃脱我的手掌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来聊专家讲堂啊。前阵子呢，我们聊过蒙古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来聊另外一个问题呢，西藏的问题啊。我想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西藏呢，要怎么样来认定它到底在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那今天的西藏在未来它有没有可能脱离中国？我想这是西方媒体经常在报道的，包括达赖喇嘛问题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西藏的分离主义问题。然而我们从历史来翻看哦，西藏属于中国，或者是中国属于西藏呢？西藏又是如何认定自己的呢？今天我们就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来切入哦。好，来聊一下这个西藏的从属问题啊。好，那讲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吴奇奈老师，学长好。大家好。首先，第一个想要来跟学长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西藏属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我想这个西藏属于中国，或者是属于别的，或者是中国属于西藏这一类的议题哈，它在当代非常构成困扰，但是在传统上面没有这么大的困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看待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范围，还有人民的身份这个角度哈，都是从西欧借来的。那在传统的东亚社会里，这些问题并不构成一个国家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讲这个传统的西藏跟传统汉人的有关系的啊，那么这种关系呢，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先看，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是从考古，还是从人类学，还是从基因研究、语言研究这几个角度来看，汉藏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就是古羌人。这个古羌人呢，在今天的青藏高原的东部，乃至于向东延伸一点点这个区域，他们发展出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后来这个文化经过分化，有一部分人朝西，成为今天西藏的先民；另一部分朝东，成为后来的华夏乃至于所谓汉人的先民。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语言上来看，有人认为有汉藏语系，那么有人认为没有。不管它有没有，这两个语言之间它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这是没有疑问。那么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会发现，所谓汉藏语系里，它分成几个语族：藏缅、苗瑶、侗台语族。这个汉语如果一定要归语族的话，它是跟藏缅语族比较近的，也就是说跟今天的西藏的藏语、缅甸的缅语之间的关系更密切，而不是跟苗语或者是跟广西的壮语更密切的。那么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造成两者之间在文化上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在西藏的文化的底层它有很多跟汉文化共享的因素。当然我并不否认，到了中世纪以后另外一个西藏的邻居就是印度的文化对西藏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西藏中古以后的文化的形塑有西藏从这个印度传来的宗教文化，其中包括文字，这些系统对西藏的影响更大。那么甚至于他们的影响到西藏的价值观，这个使得汉藏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种分野。可是这种分野是不是让他们在古代形成了两个国家？我想这个结论可能没办法那么容易下。我们如果去看一下传统汉藏关系里面一个重要的盟约，叫做唐波会盟碑，是现在在拉萨可以看到。那个会盟碑里你可以看到唐朝跟吐蕃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也就是说，或者借用这个现在流行的话叫互不隶属的关系。但是这个互不隶属的关系是不是简单的就可以等于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乃至于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双方立刻就结成了另外一种古代的关系，叫做生就关系，就是借由通婚和亲，两者变成了亲戚。像今天的民族国家
大不列颠，他们的苏格兰跟英格兰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今天基本上苏格兰独立是这个呼声存在，但是他们还是在现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下面进行的哦。这个法律体系下面他们是同一个国家，所以中古的西藏跟中古的所谓当时的中国吐蕃唐朝之间建立这种深旧关系之后，它就使得西藏高原或青康藏高原跟汉人农耕地区的关系产生一种特殊的关联。到了吐蕃王朝解体之后，这种关联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加了。原因是呢，西藏因为它高原地形的关系还有资源有限的这种关系，他们分裂成很多很多的小王国。这种小王国，它又借由从印度输入的所谓后红旗的佛教，形成不同的宗教政治中心。这种政治的形态它使得这些小政权必须要去寻求它周边大的政权的支持背书，它才能够生存。这样就使得吐蕃王朝灭亡之后的这些小政权，在跟中原这些政权来往的过程当中，它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这种关系建立最密切的呢，是宋跟辽跟西夏对峙过程当中的西夏，以及宋跟金跟西夏对峙过程的西夏，它跟西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跟西藏之间就形成了这种政教依赖的背书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呢，也就影响到所谓藏传佛教的政经体制这样一个形态。而这个形态基本上被后来13世纪的元朝继承了。而这种继承就是我们看到元朝跟西藏之间做了利益的交换，就是元朝把西藏的宗教当作自己的国教、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是全部。那么元朝对西藏呢提供一个军事的保护，同时支持西藏的某一个重要的派别成为西藏的政治领袖，这个双方是各取所需那么同样的形态也就延续到了后来的明朝跟清朝。我们看这样一个态势，我们追溯下去，就是藏汉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在相互需要的情形下形成的，而更多的场合，这个主动的一方呢，不是在中原这一方，而是在西藏高原上面的这一方。因为他们对这个需求更强烈，我们这里就可以不必仔细讲，就是说从那个经济上面，青康藏高原对于农业区域的依赖更强烈，因为青康藏高原它们主要是缺乏维他命 C， 那它需要透过所茶马互市换来这个茶叶来去补充自己所缺乏的那一部分植物性的维他命 C， 这就使得这个双方在贸易上面高原对平原的依赖关系变得非常的牢固。那么西藏什么时候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一般我想现在不管是观众还是国际舆论界，尤其是西方的舆论界，是文化界的一个想象，就是中国扩张了，很简单。那么可是事实是呢，反过来的，因为西藏正式进入中国这个体制，是它跟蒙古、韩国的合作这个合作就是说，蒙古作为他对西藏的这种联合或者征服，是早于对于南宋的征服的。征服之后这个双方就结成了一个政治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西藏的人成为色目人。那这个是色目人的重要的一部分呢，他就参与了整个元朝对元朝所在的所有区域的统治。也就是说，他作为色目人进入了元朝的统治阶层，而多数的汉人成为被统治者。也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其实到后来的明朝、清朝也都维系下来了。就西藏在这个整个中国的结构里，它是属于一个上层的结构。很多人可能会拿出来说，明朝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明朝可能管不到西藏。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西藏的这些法王的封号都是明朝做的。明朝在名义上就是把佛教的正统都让给西藏了。目的也就是说，让西藏透过一个意识形态的关联，让它跟汉地的关联连接在一起。而西藏人也蛮享受这样的地位的。这个地位不仅给他带来在统治西藏的各个区域时候的这种政治背书，而且让他们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好处。那么这个关系呢，我们知道到了清朝，它更借由一个体系固定下来了，就是呢，清朝把黄教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奉为国教。清朝去支持西藏的特殊的宗教派系，就是格鲁派黄教。那格鲁派里面的领袖达赖班禅这个体系，就是明朝接下来清朝扶持的。那达赖班禅体系本来是不能够完全控制西藏的，在清朝的背书之下，他们成了西藏实际上的政治领袖。所以在达赖这个体系当中他对于清朝的需求或对清朝的渴望是更多的。在这种情形下，他会不会产生说我是谁的一部分这种焦虑？没有，因为他在他看来就是中国也是我的一部分，而且他要受到拉萨的管辖，因为拉萨的藏地它是观世音菩萨
直辖的区域。至于汉地的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普贤菩萨在峨眉山，那么金刚手菩萨在蒙古区域，观世音菩萨的地位是最高的，这是在拉萨。所以布达拉宫啊，其实它本身就是佛教体系里面的一个最高的宗教场所，当然里面包含政治意义。这个政治意义让西藏的上层的贵族感到非常满意啊，或者说政教贵族都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的这个地位呢相当的高。但是他们同时接受了就是他在政治上跟清朝之间具有一种臣属的关系。对，就我在政治上交换我承认你有政治的最高权威，你是文殊菩萨，你是有智慧的，你有政治权威，但是在精神上我又高过你，你必须服从我，就是我是因为是整个佛法的代理人，这样一个交换让西藏人感到相当的满意。这种政治关系的模式事实上本来会延续到中华民国时期，但是呢，情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变化，主要是2个因素介入了。第一个是英国跟俄国的介入，因为英国跟俄国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注意到中亚，以及中亚再往南扩张一点，西藏这个区域，它在国际地缘政治里面的重要的枢纽地位，他们都希望把西藏变成一个俄英分别扩张中间的一个缓冲地。那么这个地方呢被中国控制，他们觉得他们也要参与它，所以使得他们也去介入了西藏的内部政治。而西藏呢其实也是在寻求第三邻国，所以英国的出现跟俄国的出现曾经被西藏视为负面，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发现这也许是正面的因素。那么第2个因素呢，就是在中国内部19世纪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个民族主义一开始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而是汉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就是跟这个国民党的前身革命派有关了啊。那么革命派就主张说，我要驱除大陆，恢复中华，尤其是光复会非常的严重。对，就是这个时候，西藏跟蒙古以及满洲这些人，还有包括新疆的所谓忏悔啊，就是今天的维吾尔，他们跟清朝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受到质疑了。进一步的怎么样去界定中华民国跟这4个区域满蒙回藏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问题。那么既然当时的外蒙古跟西藏都找到了一个借口，你要驱除大陆，恢复中华，好啊，我走啊。所以这个外来的因素加上中国内部汉民族主义的风潮的兴起，造成了在辛亥革命期间，西藏跟外蒙古都有脱离中国的倾向。那么当然两者脱离中国的目标在形式上看起来比较相似，但是实质的内容有差异。就是说外蒙古比较多的是想要效法俄国人传授给他们的方式，就是他想变成一个蒙古人的民族国家。这个时候外蒙古出现了一些有民族主义形式或者民族主义内容的这种思维的知识分子。但是西藏呢不是这样的，西藏所寻求的是要回到吐蕃王朝的时代，松赞干布的时代，就是我不再维持跟清朝这种所谓的上师跟福田的关系，而是变成说我在当年松赞干布最强盛时代的那种关系了。这个感觉的模式很适合英国，因为英国对于印度的模式就是这样，你原本的制度完全不介入，甚至让你去推动你原本制度下你做不到的事情，我英国还会帮助你。所以外蒙受到俄国影响，西藏就是受到英国影响，这是个帝国主义介入，导致中华民国在开国初期出现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动荡。对，所以西藏是朝这个方向去做，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发现西藏没有做到。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也不完全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英国。英国也不乐见西藏独立，因为他觉得西藏独立之后，这个地方可能会变成一个真空地带，而俄国人可能介入，这个对于英国的利益损害更大，还不如让他留在衰弱的中国体制，我继承清朝体制的中华民国体制内，就是说我承认中国对于西藏拥有某种权利，英国人把它称作是宗主权，那俄国人是承认那里中国有主权，但是呢，我要把西藏的一些具体利益弄到我这里来，比如说边界，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这些区域我要把它纳入我自己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我这里要抢夺西藏人的土地。但是呢，我也鼓励西藏人把传统的有藏语影响或者藏传佛教影响的区域，位于今天的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当时还有一个省份叫做西康，就是这些区域他鼓励拉萨的政经势力向东扩张，把它拿下来。但是它有一个底线，就是你不能脱离中国。所以呢，西藏没有办法独立的其中一个原因，正在于是英国人的鼓励，英国人对他的制约，就是我占你的便宜，但是呢，你不能逃脱我的手掌心，我跟中国人之间也要做妥协。于是当1911年底跟1913年蒙古跟西藏先后宣布独立之后，他们全世界互相承认的只有拉萨跟库伦之间，只有他们互相承认，蒙古承认西藏，西藏承认蒙古。对，
其实这个帝国主义一贯手法，今天台湾的状况不是有一点类似吗？是，就是我诱使你行使部分独立权，但是就当地人民来说，他当然想完全独立啊，我干嘛上面还有个老大？那当他就一心的说，这个老大是来做公益，支持我来独立的时候，发现原来不能独立的也是这个老大，所以帝国主义的玩法永远是这样，我部分剥离，不全部剥离，这样我才能充分利益，你永远要仰仗我，所以既是推动藏蒙独立运动的力量，但是限制藏蒙独立的背后，也是这些帝国主义。蒙古是俄国，西藏是英国，是。所以我们要追究，如果说这个今天西藏假如属于民族主义者或者这个独立派，他们要追究这个责任的话，他们应该回溯一下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英国。那可是后来在中华民国这段期间，西藏其实面临一次契机，就是说它有可能独立的。这个契机呢，就是爆发在1937年7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危机，就是8年抗战。日本人一下子打进来了，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核心地带。那么中国当时的经济可以说是有90%都瘫痪掉了，尤其是现代工业部门呢是瘫痪掉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受到非常大的削弱。那么，但是意外的是国民政府把它的政治和军事的核心迁到了西部，这是传统中国不太控制到的地方。他们迁到了重庆，甚至一开始曾经打算迁到成都。成都平原往西一点点就是青藏高原，所以杜甫在那里都可以看到“窗含西岭千秋雪”。西藏这时候他面临一个机会，就是说中国已经很弱了，我这个时候是有机会独立的至少你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嘛，德国人恐怕会支持。可是西藏没有做，2个理由。第一个，他们发现国民政府虽然不行了，但是他的军队就在我山脚下，日本人离我那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啊，日本人连潼关都打不进来，长江三峡都打不进来，他怎么能管到我这里呢？我这个风险太高。第二是西藏这个时候虽然成立了外交局，但是从来也没在世界上面想去宣称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是他们还像在1913年一样，梦想当中就是恢复到中古的状态，吐蕃帝国，那个状态，就是说那个即使做不到，我们还是恢复说我们跟元朝、清朝，我们是老师，他们是学生的这种关系。这样解释已经足够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跟他们现实利益当中的实质自治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这样子我们会看到1937到1945这样一个黄金的时段，对于所谓西藏独立的这种主张的人来说，他就过去了，没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战胜国。我想当时不管是战胜国里面的老大美国、英国都没办法去支持西藏独立，因为我不能支持说我割裂另外一个战胜国的领土。苏联当然比较无耻了，我就直接外蒙古割走。然后呢，这个状态到了1949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改变，中国内部政权更替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刻宣布对于西藏跟新疆的主权。那他宣这个主权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是史达林。史达林自己对于去损害中国主权，当然是不会客气的。可是这时候他们忽然为什么维护起中国主权了呢？原因是他发现，在这个冷战过程当中，冷战爆发之后，英国跟美国都对新疆、西藏、中国的中亚这一部分非常感兴趣。他们觉得中国政府在1912到1949年中间没有能够真正控制这个区域。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介入之后，我们可以阻止苏联跟中国两股共产主义势力的结合。那史达林这是他最不乐见的情形，所以史达林派了飞机把王震的部队运到新疆去。同时史达林去敦促毛泽东说，你必须要进军西藏，你不进军西藏，帝国主义就可以控制他们了。同时呢，跟苏联关系非常密切的印度的尼赫鲁当局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是尼赫鲁当局他做了一个小动作，他是借由中间的一段的真空期向藏南推进，麦克马洪线，这个推进还超过麦克马洪线了。他是做小动作，但大的方面他基本上他也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那么就西藏的主权这个议题，我们放到近代世界的这个体系里来说，基本上它不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主张造成的，它是一大堆的国际因素，包括英国、俄国以及俄国的继承国苏联，再加上美国，他们共同推进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些国家都没有质疑过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所以呢，如果说达兰萨拉或者是今天在其他地方支持西藏独立的人，你们要去讨公道，
请你向伦敦、莫斯科跟华盛顿去讨公道。好，那么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哈，其实在1950年，美国人其实也不太甘心，美国人希望西藏透过西藏独立这件事情去牵制中国、苏联，乃至于已经到了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他所谓流亡政权啊。于是呢，他就派这个萨尔瓦多在前面提案，说认为中共对于进军西藏这件事情是侵略。可是这个提案遭到了当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部分否决，是谁呢？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说共产党共匪在内部作乱，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也反对共匪欺压西藏人民。可是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至于西藏共匪在里面作乱，那个不是侵略，那是叛乱。所以呢，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民国，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里面就否认了萨尔瓦多的提案，也就是暗中打脸美国了。美国为什么推萨尔瓦多前面？美国不好意思直接出面，所以美国在表面上他还是承认这个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所以回到这里，就是说西藏，所以西藏独立还要跟一个地方讨，除了您刚才讲的伦敦、莫斯科、华府之外，还有台北。是，我们回到这里，就是说今天西藏这个处境哈，不是说在一个传统体系里面造成的。我们去讲自古以来，我们可以讲到1270年代。西藏进入元朝体系，这个是它跟中国建立关联的开始，但它不是由汉人扩张造成的。那近代的主权的确立呢，也不是中国单方面主张造成的，而是由各国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造成的。而其中，我想当时真正能够在国际政治的牌局上玩牌的人，还是属于英俄美的。中国当时是很弱的一角，是被动的啊。那么今天有关西藏还有一个争论，就是说西藏独立这个议题或者西藏自治这个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朝自治推动下去？这个就涉及到所谓西藏的边界这个问题了。西藏的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笔糊涂账。所谓西藏，我们要打一个引号，因为今天中国大陆已经不把它译作 Tibet， 而把它译作 XIZANG 西藏。对。就是这个到底范围是哪里？那么如果依照流亡的达赖沙拉这些达赖的团体的主张啊，他是主张一个所谓大西藏，就是他主张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全部的青海省、大半个四川省、相当一部分的甘肃省跟相当一部分的云南省都是西藏领土的一部分。那他这个主张基本上是依照吐蕃王朝扩张极限的那个范围来主张。可是呢，吐蕃王朝我们知道，它在10世纪就已经解体了。解体之后，就后来隔了1000年了，隔了1000年，那你这个领土主张是不是会有问题呢？那么另外呢，他在主张这个范围的时候，吐蕃王朝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部分，包括在今天几乎全部的克什米尔、全部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不丹、锡金、藏南、达兰萨都不要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张，就是说他内外的主张不同。我们看他对内主张是不是具有合理性？如果追溯到1000年前，就是说类似于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主张的话，听起来好像有他的那一套道理。但是呢，事实上今天西藏的自治区的范围它的确定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朝跟罗布藏丹津的战争当中确定下来。而罗布藏丹津这个名字听不出来他是什么人，其实他是个蒙古人。也就是说，元朝以后，在整个的青康藏高原上面的最高政治权力，它是明朝、清朝，但是实质控制的是蒙古军队，不是西藏军队啊，是西部蒙古军队跟藏传佛教的这个政教势力共同的来控制，但是蒙古军队是主角。那么这个西部蒙古军队跟清朝之间要争夺天下，所以雍正皇帝就跟他们展开了一个争夺战。我们知道里面有重要的角色，就是年羹尧、岳钟琪都参与了。我们知道年羹尧、岳钟琪得胜之后，就把今天西藏的范围限定在所谓当拉山以南、金沙江以西。当拉山今天叫做唐古拉山，金沙江还是金沙江。我们一看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就是那个范围。今天的西藏自治区的范围是当年在雍正时期年羹尧他们去打完之后所确立的一个划分范围。对。那么青藏战争确定以后我们西藏的范围定下来了，可是西藏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命运。什么方式呢？因为青藏战争使得在青海的以及在四川西部的一部分这个蒙古人被消灭了很多当地的土地变成真空了。变真空之后，西藏的部落就向北向东扩展，这就构成了后来青海跟四川西部地区的藏化。我们看到青海这本来是青海蒙古对，那个藏人是很少的，结果这个西藏向北推动，因为它文化比较高所以当地的蒙古人、蒙古游牧部落就藏化。
他们叫着蒙古名字，也长着蒙古脸，但是呢，文化上面是藏化的。这个跟我们传统印象完全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受到吐蕃帝国建立的影响，会一直以为广义的藏民族各个部落，它虽然有不同部落的各地也有一些方言，但是会一直认为说是从唐代的那吐蕃部落所留下来的藏民，虽然他现在西藏中央衰弱了，他控制不了，他一直以为蒙古人只是上层，但事实上这个蒙古人之所以可以长期统治青康藏高原，是因为蒙古人长期占据的生产力更高的青海高原，所以我占据了青康藏高原的北部，这个青海这个水汽比较多嘛，高度比较低嘛，对，所以他有比较强的兵强马壮去占据了这个在政治上的区位。可是因为清朝消灭了当地的蒙古部落的上层，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导致部落民减少，所以西藏因为长期有用宗教来保存它的文明，所以他反而反向推进去同化了这些蒙古人，所以这些蒙古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蒙古人，他变成以为自己是西藏人了。是。那四川这里原本的原住民很多是古羌族，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在云南上面的，以前南少也都一度都扩展势力到部分，所以这里本来也不是藏族，这里是很复杂的。这里应该说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要比西藏的藏人高。他们呢是在两种影响之下，第一个他们是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你甚至于可以上溯到三星堆。三星堆今天跟四川西部的其他文化之间都有一个直线的培植的传承的关系。对。第二个呢是在吐蕃王朝扩张的过程当中带来了影响力非常大的佛教，而在这个佛教的后红期，这个佛教也渐渐向四川金沙江以东来渗透哈。那藏传佛教的影响是远远大于西藏政治的影响，所以使得那个地方藏传佛教化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当地的人会讲着跟西藏当地的这个方言接近，可以勉强互相沟通，但是还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如果我们按人口比例去算的话，哈，就是真正原本住在雅鲁藏布江、拉萨和年楚河流域的这些人，他们的人口比例是不高的，是很有限的，因为生产力很有限，对，气候地理太严苛了。多数的人反而是所谓藏化的人，而不是藏人。那么达兰萨拉的很多人主张，我建立的西藏国要进行种族进化，我把非藏人都驱逐掉。但是如果你驱逐掉的话，我们不讲正当性不正当性的问题了，我们只要讲人口，那所谓的大西藏国的人，大部分人口就会丧失。如果西藏也要强调自己的历史这一部分的话，那么西藏可能就会变成某种无人区了。这就是相当于希腊人跟希腊化人，这是两个概念。那这个是一个边界的议题啊，就是说我们有形的空间边界跟族群的边界、人群的边界，这个都不太说得清楚。也就是说，今天各种有关西藏独立的主张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清晰的划定或有效的划定西藏的政治界限以及人群界限。那我们毫无疑问，在近代，尤其是20世纪的这个中国哈，藏人跟汉人，或者说藏人跟北京的南京的政府曾经存在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它的线索基本上是跟近代中国本身的政治变迁有很大的关系，或历史转型有很大的关系。西藏的变迁不是那么大，它虽然受到英国的影响，还进行了一部分的现代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因为从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之下，他被迫拿出列强的那一套，包括民族主义来对抗列强。那么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清朝就试图要去推动新政。这个新政在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针对边疆的，它边疆的设想就是把边疆这些省份全部从原来的那种非行省的辖区，比如将军辖区、办事大臣辖区，变成行省，在行省里面广泛设置由中央的各个行政机构部会垂直下来的那个地方的厅局机构，然后呢，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统一的税收、统一的教育、统一的征兵，这类全部。可是这样的一种设想基本上它就碰触到了今天的蒙古语区域、藏语区域，还有新疆的讲突厥语区域的这些贵族的利益。这从明朝历史的说法就叫改土归流啦。对，当然改土归流，清朝新政的内容还要更深入，因为它带有所谓西方近代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是清末的时候他们想做的，是在清末新政的时候。对，清末新政它就受到今天的外蒙古、内蒙古、西藏比较强的抵制，新疆的抵制不多，因为新疆刚刚在1870年代，因为左宗棠打进去了，左攻千古，是1885年行省化了，所以新疆的这种反弹不是很强烈。可是，在西藏跟蒙古语区域，它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它起到了一个负面民族主义动员的效果，就是说我把藏人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定义当中有一点排除出去，直到你当发展出来所谓中华民族是由五族构成，以及五族共和这个论述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所以，因为在革命的初期强调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那事实上是所谓的汉族中心论。对。那这个的理论到了，其实孙中山后来转
也是正到民国建立之后，他知道这个意识是很严重的。是。那么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啊，因为之前有革命的背景，所以要去恢复到传统清朝的论述有点困难。但是呢，西藏其实在这里还是做了双重押宝。一方面，他在1913年之后宣布把所有的汉人都驱逐出境啊，汉人的官员都驱逐出境。第二呢，他又参与在北京的后来南京的政府宗教活动国民大会，他也派人去参加，他是在不同地方都押宝。所以他在1913以后，达赖喇嘛达赖13世曾经跑到蒙古，跑到印度，那这后来回来之后，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调整，把汉人给驱除掉。一开始是驱逐，后来他又做了一点妥协的姿态，甚至于他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决定，就是他即将圆寂的时候，他暗示自己将要转世在东北方。东北方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青海。所以我们看到14世的达赖跟10世的班禅都是青海的灵童，而青海当地他出生的地方，一个是在青海西宁县，今天叫海东市；第二个呢，青海循化县。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是甘肃省的，甘肃省西宁府，这根本不是所谓西藏方，是甘肃省的。所以当地的藏人，除了他可能是藏化的蒙古人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高度汉化，因为他就是在汉民族的传统活动区域了嘛，所以其实这也造就了西藏自己内部没办法团结的潜在的因素啊。那么达赖13世的这种转世的决定，其实你看起来是宗教的形式，但另外一部分是一个政治的表态，就是说我还要回归中国，所以我才要转世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交叉地带、汉化地带的。这达赖13世是透过一种宗教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他在政治上面后来的倾向的转移，有一种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感觉。是，就13世想在青海这边，他是想要把他的政治扩大嘛，可是反而踩到一颗地雷啊，因为这个地雷变成14世，虽然大家依据宗教会认可他，但事实上14世本身所带有的这种内禀属性，就对于西藏的团结有不利的一个因素。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在跟1951年之后跟北京的关系，它在相当程度上面是达赖13世这种政策的一个延续。就达赖13世还是希望几个地方押宝，但是很明显，他要维持跟印度的传统的宗教跟商贸关系啊，他维持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还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形式上的关系，他也维持跟英国的一定程度的交往。他透过自己的转世的方式把这个传给达赖14世，所以造成达赖14世在他1950年的末期跟解放军的对峙过程当中，当然很快失败了。很快失败后，他立刻就转变跟北京合作了，而且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并没有障碍。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达赖14世本人以及达赖14世的哥哥，在他们的回忆当中，对于他们1950年代跟北京的蜜月，他们并不讳言的，他们也不觉得很痛苦。那么北京是不是遵循了在1951年跟西藏噶夏当局之间签的这个17条协议，就是维持西藏跟汉人其他的省份之间一国两制的状态？我们看到，其实北京是遵循的，它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个跟西方的叙事落差很大哦。因为大家了解，噶夏政府是指当时由达赖他们所控制的西藏的政府。那他如果跟噶夏政府没有破坏，那为什么西方的叙事是当时的新中国就中共跟西藏签了所谓的和平协议？到今天还被台湾的政治圈拿来说，两岸不能签政治协议，不能就像当年西藏一样被并吞。所以西方得出来就是被并吞，可是就老师的叙事不一样。是，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西藏的范围的认定。因为北京和西藏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他认为我不介入你西藏的事情，甚至于说我承认了雍正期间北京跟拉萨之间战争的那个，我把金沙江以西已经变成西康的一部分，不要了，废掉了，并入西藏。所以国民政府成立了西康省，是因为要压制西藏嘛？大家知道西康省在哪里？在今天四川的西部跟今天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对，以金沙江大概贯穿中间，然后就左右各切一块。是。西康省的废除实质上是遵循了中共跟噶夏政府的协议，是，所以我把康区还给你啊。是，对于北京来说，他要遵循的是我在我划定的金沙站以西、唐古拉山以南这个区域，我完全不动。他从1950年到1959年，真的没有在当地做任何改变。当地有解放军的驻军，也有汉人的官员，可是这些官员呢，基本上对当地的所谓农奴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一概漠视，完全不理。但是他们在北京看来，四川、云南、青海、甘肃
肃，这里也有讲藏语的区域，这些区域是行省啊，我在这里要进行社会改革的哦，就是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版叫做民主改革，这个地方我要做的，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包括财产权，包括原来贵族统治的一个状态，我都是要改变的，这个不包含在17条协议的范围里。那么可是，在达赖14世以及西方看来，这个西藏的范围应该还包含达赖14世所主张的这几个，就是甘肃、青海还有四川、云南大藏区。那么在这里进行的这些从土地改革到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化，使得这里的藏人在经历这些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感到不满，他们就跑到西藏自治区的境内了哈，当时还叫西藏地方，就跑到金沙江以西或唐古拉山以南了，就是由噶夏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啊。对，那个区域里面的贵族开始就推测说，北京要在我们这里也会动手。这个我想是双方在政治文化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说，北京政府当时并没有决策要把所谓的民族改革，也就是少数民族版的土地改革，是推进到西藏里面去。是，对，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西藏自治区这个位置。那么或者我们换一句话，从北京的考量说，当时的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还不到100万。也就是说，跟这个汉人区域的中型城市差不多。我为什么为了一个中型城市把我的大局弄坏呢？他也没有想这样做。当然，我们回头也要讲一下，就是说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这2件事情中间，并不是那么和平的啊，中间是有很多牺牲啊，这些成分当然造成很多人不满，包括对于这个游牧文化的这种陌生啊，比如说你把牛羊全部都所谓公有化了，牛羊公有化的那个原来拥有牛羊的人，他跟土地不一样，他就把牛羊宰杀了，我吃掉我也不给你啊。可是吃到了以后，第2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饥荒了，没有小的这个牲畜生出来了，这种事情其实很多。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情形对比到汉人区域的土地改革跟汉人区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这种悲惨的事情，那么你可以看到北京大概不是从种族的角度、民族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推动共产党的理想里面的这样一种改革或者革命，这里面不太有种族因素。可是拉萨的解读就不一样，他认为这个是要改变17条协议，所以才爆发1958年、1959年由西藏噶夏的军队来进攻解放军，来去把这个汉人干部抓掉、杀掉。于是北京把这个称为叛乱，而且找到了一个契机。毛泽东就说：“你闹得越大越好，你杀我人杀得越多越好，你杀越多，我问题反而可以解决。”这果然呢，事实上我们最后看到，从战略上拉萨的这个判断是有问题。北京他是很早就看到，但是你要说他是一直就故意要挑动西藏，到了忍无可忍之后来做这件事情，好像也有点过度推论了。就是说，无论如何，很大的一个关键在于对于西藏范围认定的不同，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关于西藏边界认知的差异。所以呢，我们讲西藏跟打个引号中国的关系，西藏跟中国的关系里面，在近代西藏的目标是要复古，还复古主义。但是呢，到了1959年之后，它逐渐的演变成为民族主义，就是包括今天出现的比今天的达赖14世更激进的主张，他们主张西藏自古就是独立的国家，而且现在更要变成西藏民族的民族国家。那么达赖喇嘛自己还没有这样做啊，达赖14他还认为说西藏的目标就是自治，而且他自己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这达赖14世主张的。那么这样一种转变背后究竟是谁是推手？我们回到19世纪、20世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推手还是西方帝国主义，是他们。他们呢，在这个1959年之后，尤其去动用了很大的资源，不仅是政治资源，也有非常大的学术资源、舆论的资源，来灌输西藏在外面流亡的这些人，他去完善他的、提升他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感觉。那么有这样子，他就如果有这种主张的人，他会获得很多的资源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欧洲、在美国有多少去资助所谓西藏研究的，其实他背后是要去助长西藏民族主义。到今天呢，是到今天还是西方的这一些所谓西藏的学者，很多就是支持西藏独立嘛。基本上可以说，西方的西藏学者就是西藏独立学者，而且是在所谓西藏民族主义，而且是狭义民族主义下的这种方式。当然，我说的狭义民族主义，他们还是会涵盖到所谓的藏化族群啊。是，但是非西藏本族或非藏化族群之外，他们是要把它摒除出去的。是，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讨论这个西藏的从属问题，可以看得出来它当中当然还有非常长的历史的严格，而且老师今天把我们点破了很多过去我们的一些谜团，比如说从吐蕃怎么过渡到现在的这个当代的一个状况，当代中国的这个西藏的从属问题，从历史来看非常的复杂，但是它可以做一个简化简化就是各取
所需，所以它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论述。再加上刚刚老师提到，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时时刻刻的希望把非汉地的省份给剥离出去，对汉地的省份都想要搞事了，更何况是对这种非汉地的这一些省级的行政区。那西藏、蒙古、新疆都不约而同的发生类似的状况，只是呢各程度各有差异。而西藏跟蒙古最大差异是什么？蒙古背后是粗暴的俄罗斯人，所以他直接把你切出去。那西藏背后是阴阳的英国人，那英国人最会搞阴阳，而且英国人不喜欢直接统治，所以他就让你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整个这样看起来，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说尘埃落定的话，那还真的是得到了1949年、1950年之后，新中国建立，然后正式的跟西藏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然后还要再往后推进到1958、59所谓拉萨叛乱的这个状况，才把整个西藏完全巩固化。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讲，当代中国的疆域跟边界，像西藏这样的问题，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晚近才确立的，这也造成到了直到今天一个看似非常遥远，从唐朝就出现的，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活跃的吐蕃，也是西藏的祖先，看起来相处了这么久，可是它却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是因为这刚才我们所讲的，尤其是近代的一系列的混乱，而这背后的混乱因素还是帝国主义。是补充一下，因为刚刚讲到这个 ROC 哈，ROC 在1950年代的立场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必须坚持对于西藏的主权，这样才能维持他在台北统治全中国的一个法统，这个才是关键。那么同时对于这个洋人，我曾经一段时间我还觉得我心情上好像还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总是在乎西藏的福祉的。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们在西藏利益的这个议题上啊，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中国侵略了西藏，所以西藏应该向中国讨回领土；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西藏的边界议题上面向来主张喜马拉雅山以南都不是西藏领土。可是我们知道西藏的好地方都在喜马拉雅山以南哦。那么这种主张显示损害西藏利益、损害西藏未来的，这就证明这些所谓的西藏的学者或者实际上西藏独立学者，他们不是在意西藏利益，他们在意的是他们自己母国的利益。是。所以当中这个利益被谁继承了呢？就被印度人继承了。所以印度人就是帝国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之前讲龙象之争的时候，也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大家可以回去翻看。好吧，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专家讲堂我们就聊到这里啊，非常非常的精彩，话题很有深度哦。我们再次感谢吴谦老师，感谢大家。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你可以看到完整版哈，完整版大概多10几20分钟，好，会有更深入的一个分析。然后呢，可以透过线下的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是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来让我们做得更好、更多的粮草。我们期待下一期上见啦，拜拜。